西安，一个充满了传奇和荣耀的城市。公元前11世纪，周王朝第一次在这里建都。在随后的时间里，数以百计的帝王以西安为都城，统治中国长达1000多年。历史给这个城市留下了无与伦比的文化遗产。在今天西安市的北部，有一个大型的文化遗址。然而，很少有人知道，这里曾经耸立过一座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砖木结构宫殿群。它的面积相当于3个凡尔赛宫、4个紫禁城、12个克里姆林宫、13个卢浮宫、15个白金汉宫。这就是大唐帝国的皇宫——大明宫。这里不仅蕴藏着一个帝国淹没已久的秘密，也铭刻着整整一个时代的记忆。公元626年，大唐立国刚刚8年，在都城长安的玄武门，一场政变正在悄悄地准备。大哥，不能再犹豫了。我想，秦王不会今天下手，等进宫见过父亲，再做决定。大哥，情形不对。为了争夺至高无上的地位，大唐皇室家族开始互相残杀。震惊帝国的政变持续了仅几个小时。在6月4日的这个黎明，大唐皇帝的第2个儿子李世民杀死了自己的哥哥和弟弟，取得了帝国的最高权力。玄武门之变极大地影响了大唐帝国的历史，它不仅造就了一位名垂千古的帝王，也为一座旷世宫殿的诞生埋下了种子。玄武门政变之后，开国皇帝李渊退位，儿子李世民登上帝位，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唐太宗。公元630年，北方的游牧民族全部归顺，尊唐太宗为天可汗。在中国历史上，一个帝王被周边的游牧民族如此尊崇，非常罕见。在李世民的苦心经营下，大唐开始走向兴盛之路。帝国在蒸蒸日上，但这无法弥补父子之间感情的裂痕。
退位之后的李渊成为太上皇，从此不问政事。史书记载，晚年的太上皇郁郁寡欢，整日沉迷于琵琶弹奏当中。李世民曾经为建立大唐而浴血奋战，帝国又在他的统治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。然而，退位的父亲使唐太宗的内心一直难以安宁。这是一个渴望完美的帝王，他不仅要建立一世功业，而且希望自己拥有一个孝子的名声。公元632年的夏天，当李世民出长安城避暑的时候，父亲却不愿意同行。大唐代隋而立，仍旧以隋帝国建造的太极宫为皇宫，但是太极宫并不适合居住。《周易》是中国最古老的经典之一，隋帝国以《周易》的乾卦理论为指导，建造了长安城。古代中国人观察天象发现，紫微星位于北天中央，被众星环抱，尊贵的天帝就居住在那里。紫微星其实就是北极星，皇帝贵为天子，地上的君主和天上的星宿应该对应。皇帝居住的太极宫也因此被安排在长安城北部中央的位置。然而，过于理想化的设计忽略了地形的缺陷。太极宫正处在长安城地势最低的一块洼地上。长安的夏天经常下雨，温度又很高，太极宫因此潮湿而燥热。由于多年征战，李世民一身伤痛，每当夏天来临的时候，他都要出长安城避暑。唐太宗避暑的一个地方叫九成宫，距长安300里。九成宫是隋帝国建造的。史书记载，隋帝国的开国皇帝杨坚猝死于九成宫。长安城中流传，杨坚正是在九成宫被暴虐成性的儿子隋炀帝杨广所杀。玄武门之变一直是李渊心中挥之不去的痛苦，因为争夺权力，儿子们相互残杀，父子之间也形同陌路。这个年逾古稀的老人不愿意目睹父子反目为仇的是非之地。当李世民邀请父亲前往九成宫避暑的时候，李渊拒绝了。就在这时候，一个叫马周的官员建议，在长安城为太上皇营建一所避暑行宫。太极宫过于潮湿，太上皇的身体又每况愈下，真的很担心呐。马周认为这件事可以昭告天下，皇帝一刻也没有忘记对父亲尽孝。帝国日新月异，国库也逐渐丰盈。唐太宗
听从了马周的建议，决定为太上皇修建避暑行宫。公元635年的春天，大批工匠汇集于长安城的东北方向，开始大兴土木。新宫殿称为永安宫，后更名为大明。李世民真心希望大明宫可以成全自己的一片孝心。然而，工程开始不久，李渊就离开了人世，大明宫的营建戛然而止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唐太宗是一个几乎完美的帝王。他心胸宽广，善于纳谏，任人唯贤。统治大唐23年期间，文治武功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。公元630年，北方的突厥人全部臣服。从公元640年开始，帝国的骑兵越过大漠，一路西进。公元648年，帝国将安西都护府迁至龟兹，西域重归大唐的版图。丝绸之路在经历了中原王朝300多年的分裂之后，在大唐帝国的经营下，又一次顺畅起来。使节奔走，僧侣流动，商旅往来，东方和西方之间重新连接，长安的光辉开始照耀世界。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，唐太宗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值得称道的治世——贞观之治。但是，晚年的唐太宗并不愉快，内心一直处于煎熬当中。他不仅要处理繁忙的政务，也为帝国的传承耗尽了心血。唐太宗由衷地期望李氏家族的荣耀能够代代相传。公元649年，53岁的太宗皇帝病入膏肓，身边服侍的是他选定的继承人太子李治。李治在端汤送药的时候，看见了风姿绰约的武媚娘，涉世未深的太子被深深地打动了。你是武才人？回禀太子殿下，我叫媚娘。武媚娘是太宗的妃子，已经26岁。没有人知道武媚娘和未建成的大明宫有什么关系，也没有人想到这个女人将主宰大唐帝国整整半个世纪的命运。就在这年的夏天，唐太宗撒手人寰。作为先皇的妃子，武媚娘被送往长安城中的一座寺院。根据大唐的律法，皇帝驾崩之后，没有生育过的嫔妃必须出家，或进入道观，或皈依佛门。唐太宗死后，才人武媚娘被迫成为尼姑。青灯作伴，武媚娘似乎只能在孤独中度过余生。寂寞的武媚娘用一首情诗表达了自己的心情。看筑城壁，丝纷纷，憔悴之理为一句。不信笔来长下泪，开箱念取16曲。
武媚娘希望这首情诗能够拯救自己的命运。她无法忍受如花的生命在寂寞中枯萎。武媚娘知道，只有那个拥有最高权力的人才能拯救自己。武媚娘的情诗最终送到了太极宫。昔日的太子已成大唐的高宗皇帝，绵绵的情思使李治久久不能释怀。他始终无法忘记这个曾经属于父亲的女人。唐太宗死后不久，武媚娘又回到了日思梦想的皇宫。李氏皇族有北方游牧民族的血统，在游牧民族看来，父亲的女人嫁给儿子不是什么过分的事情。公元655年，先皇的妃子成为大唐的新皇后。在中国历史上，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女人，她集美貌和智慧于一身，又拥有超长的胆识和气魄。但是，她身上真正独一无二的，是对权力无边无际的渴望。无以言说的命运，给了武皇后千载难逢的机会。史书记载，唐高宗身体羸弱，患有严重的封闭症。根据一些学者的推测，封闭之症很可能是李氏皇族的遗传性疾病。多病的唐高宗为武皇后通向权力之路创造了条件，也直接促成了大明宫的重建。太极宫不仅潮湿，而且过于朴素。被疾病折磨的唐高宗再也不愿居住在潮湿的太极宫。到高宗时代，大唐立国将近半个世纪，威望日隆的帝国也急需一座与之匹配的皇宫。在停工多年之后，帝国决定重新建造大明宫。公元662年的春天，数以万计的工匠第二次汇集到长安城的东北方向，规模浩大的皇家工程开始了。大明宫开始重建，但规模已非往日可比。它已不再是皇家避暑的离宫别殿，而是大唐最尊贵的建筑——帝国的新皇宫。唐代诗人李华记载了大明宫的建筑盛况：设气力而登崔伟，则一干于千木。这些栋梁之材来自遥远的南方，伐木的声音曾经响彻山谷。经过长达半年的运输，这些巨木才能到达大明宫的工地现场。大唐的皇后在大明宫重建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。武媚娘进宫以后，精心策划，不但囚禁了皇帝宠爱过的萧淑妃和皇帝的原配王皇后，而且将他们折磨致死。据宋代的史料记载，披发沥血的冤魂经常出现在皇后的梦中。被噩梦折磨的武皇后期盼着大明宫早日建成，逃离不堪回首的太极宫。这是大唐开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建筑工程。在中国历史上，
如此宏伟的工程，大概只有秦始皇没有完工的阿房宫可以相比。从有限的史料推算，参与大明宫营建的工匠很可能达到数十万人。如此浩大的工程，确实需要巨额的人力和财力。为了迅速建成大明宫，国库划拨了帝国15个州的赋税收入，又停发了长安各级官员1个月的俸禄。依靠以往45年的不断积累，帝国日益富足，规模空前的工程才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。根据史料记载，皇家工程的监造者是一个叫梁孝仁的官员。梁孝仁是帝国的司农少卿，主管农业。由于精明干练，而被任命为大明宫建筑工程的总指挥。在隋帝国修建长安城之后，还没有什么人有过这种百年难遇的机会。可以想象，为了大明宫的落成，司农少卿梁孝仁费尽了心血。至高无上的皇家工程，不仅需要一个兢兢业业的监造者，而且需要一个才华横溢的设计师。大明宫的设计者又是谁呢？令人惊奇的是，史书中没有任何相关的记载。大明宫营造期间，一个叫阎立本的人正担任帝国的匠作大将。阎是一家深谙工艺之学，父亲阎毗曾为隋帝国营造宫室，兄长阎立德先后担任大唐的匠作大将和工部尚书。阎立德死后，弟弟阎立本接任匠作大将一职。匠作大将专门负责皇家工程的设计和营造。我们有理由推测，大明宫的设计者就是声名显赫的大画家、步辇图的作者阎立本。举足轻重的皇家宫殿，必定是帝国最杰出的艺术家智慧的结晶。公元663年6月5日，这是大唐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天。大明宫尚未完全竣工，迫不及待的皇室就准备搬迁了。宫女和太监到处奔走，为搬家而忙碌。从太极宫的北门到大明宫的南门，皇家卫队已经戒严。搬迁宫室不仅是皇家的私事，也是帝国的大事，容不得半点差错。立国45年之后，大唐的皇室终于离开了太极宫，从此帝国的权力中心从太极宫转移到大明宫。从长安城的中轴线一直往北，越过皇城和太极宫之后向东，就是大明宫的南门丹凤门。丹凤门是大明宫的正门，一般的城门只有3个门道，而丹凤门有5个门道。宽大的门道，高耸的墩台，雄伟的阙楼，丹凤门很可能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门。今天我们已经很难想象这样庞大的宫门。丹凤即朱雀，意思是红色的凤凰。丹凤门的命名究竟来自何人，
史料已不可查，但它与武皇后似乎存在着某种不可思议的联系。中国古代典籍中说，天下安宁太平，凤凰就会降世。或许历史果真如预言那样，在冥冥之中潜藏着难以言说的玄机。在公元663年的夏天即将到来的时候，大唐的皇后就像一只火红的凤凰，降落于刚刚建成的大明宫。在丹凤门的后面，就是唐高宗和武皇后日思夜想的大明宫。丹凤门的背后，究竟又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？前世风雨，后世尘烟，亭台宫阙，斗争残垣，繁华落尽，往后长眠。谁的功过？万世流传，世界蔓延，万代千年。人生太短暂，怎守江山？我站在人间，看风云变幻。残砖碎瓦，铭刻变迁。